什么东西？一只猫？你从哪儿来的？这位女士大概是能看到盖布利埃尔的本体，所以干嘛要把猫带过来？她跑得掉。孩子们都去哪儿了？快出来吧！哇，它好可爱！她把帽子摘了。好，我看看。什么人？糟了！抱歉，用这种方式与您见面，女士。没关系。这次为什么没有逃跑啊？上次在街角见面的时候，跑得很快啊。我知道你们就是那晚救了汉德的人。汉德他还好吗？他很好，今天又出去送报纸了。那就好。这几天我都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苹果派，可惜他一直没有回来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看到我的脸就会害怕的尖叫跑开，也拒绝和我交流。说话声音好小，所以你才这身打扮出门？是的，如果有人和我说话，就会下意识跑开。那晚也是，看到他，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找不到你们了。您为什么会收留那么多孩子呢？这让我想到了自己走失的小孩。我在路上遇到了他们，他们都无家可归，又不怕我。汉德是最特殊的孩子，好像有点不合群，不和别的小朋友玩呢。我常常在想，要是他是我走失的孩子，该多好。能和我们聊聊吗？关于你走失的孩子。其实关于那段记忆很模糊。我的丈夫是个海员，常年出海，很辛苦，我却把我们的孩子弄丢了，所以才会每天都出去找。毫无意义的是，你的……希望您早日找到你的孩子。一定会的。寻找孩子是他的执念。那位女士还不知道他已经死了，所以还一直在这个世界游荡。是谁看到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出现在眼前，都会吓得大叫吧？你不想告诉他真相吗？那小孩迟早会知道的。他和一个幽灵生活在一起。我会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和汉德谈谈。至于巴贝特女士，如果知道真相，她灵魂会随着执念的消失而消散。当务之急是找到杀害那些孩子的真凶。就是他杀了我们的孩子！我早就知道那个古怪的女人有问题。他们在做什么呀？他们说找到了最近杀害孩子的凶手，说要替死去的孩子报仇，好像就是住在203的那个怪人吧？啊，队长，什么事？谭大伯爵死了，被他的佣人发现，吊死在了阁楼的天花板上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擅自离港？碰巧就跟着布斯他们出去了，他们还在现场，我先赶回来了。再偷跑出去，你就把20年至今的档案都整理一遍，这样就没有偷跑的时间了。接着说。他的死法很奇怪，受害人离地足足有32英尺高，卡斯还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他还未消化的舌头，应该是生前被迫吃掉的。哦，对了，他的左脸被刻了一行字，是什么来着？队长？明白了，去把这些拿到资料室。好。等等。最近很危险，你别偷偷溜出去。好的。果然因为前几天跟着副队偷溜出去，今天又有了离港的双份不良记录。我是最差劲的实习生。不过为什么每次见到队长都会心跳加速呢？奇怪，难道是太害怕了吗？可是又总想看到他。不可以。黑泽尔，管管你的猫。你推开门把它放进来。你就不能穿好衣服再见人吗？这可是我的房间。而且是你自己要闯进来的。陪你折腾了一晚上，早上回来就要立刻演戏给那个小鬼看。
怎么都要收取一点代价吧？啊！贾兰大人。啊！下手还真狠，偶尔斗一斗还是蛮好玩的，要常见到那种表情才行。那个混蛋，他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贾兰哥哥，开门！开门！那个女人呢？她在哪儿？这屋子不太对劲啊，我可是懂一些门道，让我来看看。怎么办？快藏起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要出来。啊，那你呢？我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这些人明显是来找麻烦的。这办法到底行不行？放心好了，这可是能让鬼魂现出原形的方法。他出来了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为什么？这要问问你自己，对那些孩子做了什么？啊？好多血，为什么眼前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？不要！不要！求求你！求求你！我肚子里还有孩子！我的孩子！孩子！总算赶到了。怪物啊！怪物啊！都逃跑了，难道汉德？巴贝特女士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危险！汉德，他已经失去神智了。让我来。每次越界沟通都是会对身体产生损耗，尤其是他现在这种状态。为什么想要去阻止他，对不相干的人做到这一步？真的值得吗？是为了让无处可归的灵魂安息，还是为了关心他的人不再痛苦？好像明白了一点。巴贝特女士，别过来啊！汉德，我会吓到你。可是你说过，如果抱一抱，伤口就不会痛了。你流了那么多血，一定很疼。汉德，我没事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把真相告诉。坐下，你先去阁楼。啊！巴贝特·琼斯，你已经死了。其实，我也回忆起了不少当时发生的事，只是脑袋浑浑噩噩的，难以将它们串联起来。我在阁楼上，被人，难怪人们都躲着我，我还自以为是的收留了那么多受伤的孩子。他们也是死人，只是些残缺的灵魂。汉德看不到他们，因为他们被你带到了这所气场特殊的房子，所以暂时没有消失。汉德，为什么哭？来和我们一起玩呀！不过他们没有所谓的执念，消失是早晚的事。那我的丈夫和孩子，他们还好吗？其实你已经死去100多年了，你的孩子和丈夫早就已经不在了。自从得知你被人杀害，未足月的孩子也被人取走，你的丈夫就疯了，然后死在了异乡。杀害你的凶手已经认罪，因为自己无法生育，所以盯上了孕妇。但你的孩子太虚弱，几天就夭折了。是吗？
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，我到死也没见到他们，居然过去这么久了。执念已经解开，明天天亮之后，你就会彻底消失。去做最后的告别吧，和你当下最重要的人。那是什么？可怜的孩子，跟我回家吧。下雪了。怎么了？只是一晚而已。是啊，就只剩一晚了，我也很快会迎来这么一天，像雪一样消失。我还以为你会直接杀了他呢，这次是为什么？看心情而已。为什么要露出这种表情？在我看来，能够告别是件幸福的事。为什么没有多看一眼呢？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。怎么样，黑泽尔？不，我讨厌你这样打扮。哎呀，就不能夸夸妈妈吗？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，感觉束手束脚的。不过一会儿，公爵大人就要来接我们，要穿得正式一点。以后爸爸会和我们一起住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别再愁眉苦脸了，和妈妈来个告别之吻。不要。那好吧，那盖布利埃尔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我走了，等我回来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，再见面的时候，而他满心期待要见面的人，就在那里站着，看着他被那些所谓的上等人烧死。他是恶魔，他会给皇族带来灾难，烧死他！妈，别看少爷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些人的脸，因为记得太清晰，连他的脸都变得模糊了。雪更大了啊！咳嗽的像小狗似的。今天的饭菜好丰盛，您也快来吃吧。好啊，汉德。瞧瞧我发现了什么？逃跑的小老鼠。哼，这次准许你用我的影子，交给你了。这个很好吃。快来看看金士兰德的帽子新鲜的水果。要买帽子吗，先生？有小孩的吗？大概这么高的小男孩。这边这几顶都可以，如果买2顶就只要3个铜币。感觉这个颜色更合适呢。金士兰德产的帽子，你要不要？我怎么会戴那种东西？这个就送给汉德。虽然巴贝特女士会给汉德留下字条，就说自己要出远门，不过那孩子会相信吗？怎么了？这屋子有东西来过。看样子是昨晚的事。无属性的低级恶魔，一定有人在背后操纵他们。你没事吧？他的表情和以往没什么不同，和之前那些遇害的孩子一样，眼珠被挖走了，是同样的恶魔做的。但他的手指在发抖，什么都无法感知到，一片死寂，都消失了。我去通知黑羽的人。副队，您等了这么久，怎么样？的确和之前是同一种攻击方式，但比以往的手段更残忍，受害者……明白了，我进去看看。这都是我的错。加兰哥哥，我只要闭上眼，就会看到当时的惨状，心脏时刻传来的疼痛，就好像生命的丧钟一样。这是
时刻提醒着我不要投入感情，就不会有任何人为我的死难过。可现在，因为我的疏忽，让爱我的人痛苦的死去。我说怎么整天都不见人影，原来是躲在房间里哭啊！啊，是你啊，全圣亚里斯最恶劣的混蛋公爵。你喝醉了？人类死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你身为黑羽的副队长，应该再明白不过了吧？你懂事了，那孩子总是叫我加兰哥哥，偷偷送我花。那孩子和我不同，他还小，还有那么多时间，是我害他以那么糟糕的方式离开了，就那样死了，因为这没用的身体没有留下来陪他。没用的酒鬼，还是去床上躺着吧。喂，还有你，我为什么要闯入我的生活，把我最后的日子搅得一团糟？我宁愿在任务中死去，在黑羽挂个勋章，带着我的怀表一起走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就凭侦查，放我下来！我怎么找了这么大的麻烦？你这个混蛋，自以为是的小鬼，变态，自恋狂！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啊！赶紧睡觉。总算清静了。黑泽尔，公爵大人，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？给我回去躺着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你要是对我这副没用的身体感兴趣，拿去好了，得到了就赶紧滚蛋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醉酒的家伙，劝你少说几句，第二天清醒过来会羞愧的人可不是我。清醒了吗？还要继续吗？后悔？晚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绅士。给你2个选择，用你的这里解决，或者这里，选好了吗？走开！我要出。好像在水里一样。仁慈的我，给你第3个选择。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给我看，出来就放过你。怎么办？3、2、1，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看样子一个都不想选啊。既然你不想选，我就来帮你选。不是没用的身体吗？既然如此，又有什么好在乎的？的确，没什么好在乎的，没什么，狼狈又可笑。这味道真的是，整个浴室都是，我真是作茧自缚。你这样要做到什么时候？什么？放手！别了，这样可方便多了。应黑暗之妖，以地狱之名，日食之戒，告诉我们那个被阿斯莫德大人寄生的孩子身处何处？哈！白发的美人和诺伊斯的妻子一样的美貌。的确，而且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没想到能看到这么香艳的画面，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气息了。阿萨内修斯大人，请容我先去探探情况。而且项链又在垃圾桶，还真是坚持不懈呀！到底是惩罚谁？知道我忍得多辛苦吗？谁？这是画，是梦啊，只是个梦。身上好重，怎么回事？
肩膀这里好痛，肩膀，我提的。副队早。那孩子的死是我的失职，无论什么样的惩罚我都接受，但请把接下来的调查交给我。我想找到凶手，拜托了，在我剩下的时间，会尽我所能。不，我才不会把任务交给一个颓废、没精打采的家伙。今天的脸还这么可怕，还浑身酒味。哦，您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会的。对了，你还记得保尔森吗？当年和你做任务的时候，替你挡下攻击，失去一条胳膊，之后调去了别的部门。怎么会忘？他说今天会来，希望能和我们几个见个面。是有什么事吗？好像是要来商议什么案子。好，我今天在资料室，到时候请通知我。自从那天后，泽诺比亚区没有发生过儿童被袭击的事情，居民们都误认为是巴贝特女士消失的缘故。这份警局的资料你可以收走了，尼尔。肩膀疼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尼尔呢？都不敢抬头看我。哦，那个小孩宿舍里漏水，放心回去吧。您真是大好人。我们是搭档嘛，加兰大人。你，只是一点漏水而已，被低等的管道恶魔当窝了。这么简单，我们自己也可以解决，对吧，啾啾？消失吧，是这样念吗？保尔森差不多要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搞的？对不起，这么狼狈的样子被队长看到了。队长在担心吗？我在等尤娜过来，她已经去医疗室取药了。我让她来办公室找你。谢谢。所以你去修管道，反而把宿舍淹了，还滑倒被灯砸到了头，脚也崴了。是，衣服都被淹了，所以只能这样走回来了。吓我一跳。给。我还有事，你在这里等着。好的。又变得冷漠了，刚才的关心好像错觉一样。队长的衣服很暖和，可是有点想哭。我不管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，赶紧走。昨天发生了那种事，还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是吗？那我出去狩猎完了。加兰大人。加兰，好久不见啊，加兰。保尔森，我早就想来看你，可惜调离的地区实在太远。很熟吗？一口一个加兰的叫着。这位是加兰的搭档黑泽尔先生。真是稀奇，加兰可是从来没有过固定搭档。你好，我是保尔森·肯特。左手，这个人没有右臂。确实是有事相求，所以才到这里。他在场不要紧吗？只是商量案件，没关系。我们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，蛇男又出现了，是非常古老的种群。他们通常以人类的形象出现，用特有的毒素诱拐人类女性，诞下他们的后代。的确，他们是出了名的狡猾，相当难抓捕的对手。除了繁衍时期，都生活在丛林中，任何缝隙都可能是他们的藏身处。受害人被发现时，浑身赤裸，身上会有部分组织消失，推测是蛇男带走所谓的战利品。蛇男为了繁衍，通常都不会杀人，这次怎么这么反常？我们也很疑惑。事态紧急，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，才特地来请求总部支援。这个行动，加兰是最适合的人选了。我？感谢你答应我的请求，加兰。你救过我的命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等案件办完，我们像之前那样去喝酒吧。喝酒？最近都不想喝酒了。原来之前经常去喝酒啊。是我无礼。您就是黑泽尔公爵大人吧？公爵大人，我曾经在女王的加冕礼上见过您，刚才没有认出，真是失礼。女王加冕，这么说来，你也不是普通人嘛。保尔森，这是内部的安排，公爵不希望公开自己的身份。抱歉，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。还有你们两个，我们不会往外说的。放心放心。你们两个去办公间等我。我会处理这个问题，不要担心。生气了？
刚才还以为场面要失控了呢。虽然刚刚那个表情只是一闪而过，立刻又变成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和那家伙待久了，虽然性格恶劣，人又变态，但没有摆过贵族架子。我也忘了，他是圣亚里斯的贵族，本来就是要时刻恭敬的身份。那为什么要生气？难道他讨厌这个身份，然后被保尔森说出来了？不至于因为这个原因就把保尔森杀死吧？还是问问比较好。因为昨晚的事，对宿舍产生了心理阴影。关于保尔森，他曾经也是黑羽总部的队员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观察到了什么就会直接说出来，并不是故意的。你刚刚为什么生气？难道是因为他暴露了你的身份，让别人畏惧你，影响你玩弄人了？差不多吧。我讨厌赋予我这个身份的人。还真是，遇到你就是我倒霉的开始。赋予他身份的人是你的父亲，沃尔德伦公爵。这就是你一直生活在圣亚里斯边境的原因吗？是啊，那个懦弱的人畏惧我，可惜又无法生出其他的子嗣，只好让我在边境长大。我好像在揭人伤疤一样。作为交换，也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？等价的秘密交换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哦，居然说出这样的提议，这么心软可不太好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留长发？故作镇定的样子，后悔好心的交换了。不过，这可不是什么打趣，留在指尖的触感，让我时不时想起来。我的确想知道。这是因为我的妈妈，你抢走的怀表上面的人就是她。嘉兰的头发闪闪的，又滑滑的，摸起来像小动物一样。如果剪掉就太可惜了，对吧，亲爱的？哦，就这样？就这样，这算是一个念想吧，再也回不去了。嘉兰的头发软软的，又滑滑的，摸起来像小动物一样。闭嘴！长头发很适合你，所以那个计划才会来找你啊。抓捕那天不准过来。看我的心情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脚既然崴了，这几天就别随便走动了。好。喂，现在都流行办公室恋情吗？他身上还披着队长你的衣服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上次那个管理员就不错，也许我该试试。尤娜，那天的计划需要你到场。好的，这几天我也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蛇男的毒素，会对该种类制定出针对性方案的。这几天就先去我那里住。简直不是人干的活。怎么样，能挣脱吗？如果是蛇男的程度的话，是无法挣脱的。从哪儿找出这么奇怪的？这可是黑羽曾经记载的针对蛇男的咒术，要反复练到熟练才行。缺点是害怕水和火，对普通人也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到时候的抓捕要到房间里进行。这弱点未免也太多了点吧？反正蛇男又不知道。无论是人或物都会有弱点吧，就像你也不例外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那么怎么感谢我？什么？辛苦陪你练习，不知道感谢吗？你答应的时候又没说。给，和你主人一起吃吧。恩将仇报啊。吃完饭餐碟你可要自己写。人呢？镜中的场景明明就在这附近，可是阿斯莫德大人的气息总是时隐时现，难道已经被别人盯上了？